使不得。江燕，我是40岁的你。先生认错人了，7日后就是乡试，临考前什么疯人没有？听我把话说完。7日后入围，你会因为帮温庭递文章替答，被巡戳官当场拿住，奚落永进可考。这一桩毁了你整整一生。温庭，我的发小，槐花巷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兄弟。温庭虽不善作文，断不会害我。先生这戏编得太糙。他会在第3场假称腹痛昏厥，求你把破好的题递过去。提吊丝的人早等在号舍外，你一递，人赃并获。我寒窗10年，会拿前程同人开玩笑。先生这话，我半个字不信。这不可能！我没多少时辰，记住，莫信温庭，他已经被人收买了。被谁？为什么是我？你这一刻会中解元，文章传遍3州，有人不想看见这个名字挂在榜首。还有一桩，比功名要紧。苏家的船，后日卯时就开。今夜你若不去烟波渡，这辈子再见不着苏婉。什么？苏婉要走？还有一桩，放榜那日，你莫只顾着看自己的名次，榜尾倒数第3个名字，你记着，日后与你有大用。什么名字？谁？解元？我文章是还过得去，可传遍3州，我自己都不敢这么想。苏婉要走，后日卯时，7日，我数着这2个字，第一次觉得它短得吓人。燕儿回来啦。夜里，我把自己关进屋，案上摊着策论极妙，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那青山人说，有人不想我中解元。我一个槐花巷的穷书生，碍着谁了？江燕，江燕在家吗？开门在的。哥几个在听涛楼摆了一桌，就等你了。入围前散散心，你不能不来。放在7日前，这种话我一句不会推。可此刻，我还要温书，你们去吧。江燕，你这阵子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见我跟见鬼似的。没有，就是想把书念好。行吧，那你好好考。温庭那语气听着平平常常，甚至有几分委屈，可越是这样，我心里越发毛。那个40岁的我，究竟是来救我，还是来诓我？第2日一早，我特意比平日晚出门，绕开了温庭常等我的那段巷子，刚到书院门口，就被山长身边的执事拦下。江燕，山长请你去明伦堂一趟，有桩好事儿。江燕来了，坐。你这3年的课业，书院都看在眼里。沧州学政大人选拔英才，要从本州各书院荐3人赴府学官封，中者可得学政亲笔荐书。学政荐书，寒门子弟梦寐难求。这荐书入围大有注意，3人里头有你。不过有个数，乡试3场，你需场场入前列，荐书才作数。差1分，这荐书就成空。场场前列，对我不是绝无可能，可每一场都得使出全力，半点错处不能有。谢山长抬举，学生定当尽力。学政荐书，恭喜啊，大才子！你怎么知道？全书院就荐3个，藏得住吗？压力不小吧？万一尾里出点岔子，这荐书可就飞了。不会有岔子。江燕，咱俩从穿开裆裤就在一块儿，你要是遇着难处，一定跟我说。40岁的我说，温庭被人收买了，是真是假，我得自己看清楚。那一日午后，书院照例有温书会，几个剑生凑在一处对策论。我留了个心眼，坐得离温庭远远的。他几次想挪过来，我都借故起身添水。先生，
我这道破不开题，能不能借江燕的看一眼，就看个破题方向？自己破，借了就不是你的本事。也是，40岁的我说的是真的，他真的会向我递卷求文，只不过这一回被我挡了。方才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江燕，后日苏家小姐设了茶席，说是要走了，请相熟的几个去续别。她特意叮嘱要我一定叫上你。苏婉，烟部口长大的姑娘，我闷在心里好几年的人。那青山人说，后日卯时他随船远去，此生难逢。可温婷说的是茶席续别。他哪天走？听说是后日，具体时辰我也不晓得。你去吗？茶席在听涛楼。听涛楼，又是你摆的局所在。我自己去寻他。茶席我不去了。江燕，你近来真是邪门！从前这种事，你抢着去。功名要紧。如夜，我没有去听涛楼，我去了烟波渡。苏老爷一家，后日卯时开船赴边任，今晚都在岸上槐花客栈歇着。后日卯时，和那青山人说的分毫不差。我心里那点最后的侥幸碎了。江燕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听说你要走。后日卯时的船，爹外放边咒，全家都得去。我本想明日茶席见你一面，就算了，没想到你今夜自己来了。为什么不早说？怕扰了你温书，乡事要紧。我若早说，你定要分心。苏婉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江燕，我14岁那年，在文澜书院墙外头听你诵登高，从那时起，我就盼着每回都能听见你的声音。闷在我心里好几年的人，竟也把我闷在了心里好几年。我晓得这时候说这些不该，可后日一走，山长水远，这辈子怕是再见不着了。哪怕你回绝我，至少我说出来了，不憋着了。我也是，闷了好久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别误了你温书，你好好考，中了功名，将来我去边郡寻你。好，我等你。江燕，入魏个顺顺当当。不单为我自己，为他，我也得考好。这一榜，我输不起。这一夜信息太多，得理一理。温婷被人收买，要在围中诱我弟文替答。巡绰官里有内应，苏婉后日就走。而我常常要入前列，才保得住剑术。千金压在肩上，可奇怪的是，我从未这样清醒过。谁？你做得好。温书会上，你挡了温婷那一卷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温婷为何要害我？是谁指使？不是他想害你，是有人攥住了他的命门。温婷他爹在广银严浩的赌局上欠了300两，严浩背后是盐商韩家。韩家有个公子叫韩坤，也是这一科考生，文章平平，可一心想夺解元。韩家放话，只要温婷让你这一科出局，300两赌债一笔勾销。300两，够一户人家活10年了。温家那光景，这数目就是天啊！怪不得这阵子温婷见我跟见债主似的，我该怎么办？守住，别给他半点机会。时辰不多，我再嘱你几桩要紧的。头一桩，这一科温婷昏厥不是装的，韩家的人会在他入闺前的吃食里下药，他是真会倒。我当年
就是见他倒下，心一软，慌里慌张把破好的题塞了过去，才中了圈套。这么狠，连温庭也算计。在力上头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温庭也是个棋子。第2桩，巡戳关里有个柳堂收了韩家的银子。还有呢？第3桩，他会趁温庭昏倒号舍乱起来的当口，在你号舍的砖缝里塞一份夹带小钞。便是你不递文给温庭，他们也能凭着夹带宰你5臂。好一条连环计，第1计不成，第2计补上，横竖要把我钉死。那我很简单，入号舍头一件事，把4壁砖缝按下号板底挨个验过，摸着异物立时高声报与提雕官，当着众人面起出来。什么？今夜你去寻苏婉，去对了。那姑娘我错过了她17年，后来才晓得这世上有些事比一个功名要紧得多。去吧，好生考。我用了20年才想明白，人这一辈子不在你站多高，在你身旁站着谁。明日、后日、乡试，我得把这12分的精神全提起来，一丝缝都不能给他们留。第2日，我没去书院，我去了一趟县衙旁的代书铺，本地位姓沈的老代书开的，专替人写状纸、立文书、做见证。小相公，这状子稀奇，从没人没进场就先写这个。我心里不踏实，留个底，图个清白。这一手是那青山人没教我的，可我想，陷阱既然连环，我也得给自己多补一条退路。江燕，咱找个地方说几句。没什么好说的，是为韦礼的事，我怕是要做对不住你的事。什么事？我爹欠了广营盐户300两，他们说只要让你这一颗落地，债就一笔勾。终于亲口说了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不知道，江燕，我真不想害你，可我爹他们说还不上就剁我爹一只手。你可曾想过，我若因帝文剔答被拿，这一生就完了。永进科考，你懂吗？我爹娘3代判处的这个读书人也完了。江燕，你还记不记得7岁那年你落水，是我跳下去捞的你？9岁你被恶少打，是我替你挨的扁担。你肩上那疤，我肩上这疤，是一对儿的。我温庭这辈子就认你这一个兄弟，可我爹他们说还不上债就剁我爹的手，我夜里睡不着，一闭眼就是我爹那只手。江山，我快疯了。那2份恩，我记着一辈子。可正因为记着，我才更不能让他害成我。温庭，你的债不该用我的命来还。你爹的手要紧，我爹娘3代的指望就不紧紧了。你听我一句，去寻你爹，去寻官府，去寻一切正路，唯独这一条拿兄弟的前程去填债的路，你莫走。走了，你爹的手保住了，你的良心一辈子剁在那儿。你想清楚，从今往后咱俩是恩是义，就看你这一颗怎么选。温庭，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到底。入围前1日傍晚，我去街头替娘买针线，在广营盐号的门脸前，撞见一个锦衣公子。那不是韩家公子韩坤吗？也是这一科的考生。听说文章稀松，偏天天放话要中解元。哟，槐花巷的江燕，久仰大名。益州才子文章传得满天飞。不过啊，才子也得能进得了场，坐得稳号舍才算数。你说是不是？自然，坐不坐得稳，7日后见分晓。那就
预祝江解元旗开得胜。有时候啊，命比文章值钱。江兄，惜命要紧。40岁的我没骗我，这一刻真正盯着我的是这个韩坤。他那句惜命要紧是威胁，也是他自以为稳操胜券的得意。得意吧，7日后看是文章值钱，还是你那条毒计值钱。入围前2日，沧州的天阴沉沉的。我闭门不出，把这些日子事在脑子里一笔遍遍捋。别熬太狠，睡好觉要紧。妈不指望你考多高，尽了力就成。娘，若是围里有人诬我舞弊，怎么办？好端端的想这个做啥？就是万一……傻孩子，你是什么人，娘最清楚。便是满世上的人都说你舞弊，娘也不信。娘信你，信到底。睡吧，妈信你，定能金榜题名。娘那句信你到底，像一块石头，稳眼压住了我心里的慌。明日入围，这一仗，我不光为自己打。入围那日，天还黑着，望江贡院门外，已黑压压挤满了考生与送考的家人。喂，这位相公，你摸什么呢？好社头回用，验验有无异物，免得脏了我的卷。仔细是好。巡查官、提调官，我这号舍砖缝里藏着东西。什么？砖缝里，我验号舍时摸着的，不是我的。是夹带，奴婢的夹带竟藏在号舍里。这天字15号。昨夜是谁清扫？是谁看守的？这上一场的考生，许是上一场移的。哼哼，上一场考的是经义，这夹带写的是本场策论。上一场的考生，未卜先知不成？提调官明鉴，学生入围前便恐遭人栽赃，特请城中沈代书立了此状。学生若有舞弊之心，何必先验号舍，又自陈在前？来人，封了这间号舍，把柳堂带去考务司问话，彻查。那一眼里全是恨，可恨又如何？既是你们的，坑是我先填上的。这位相公，你既先察觉，又有自陈状在前，本场自不算你的事，给你换一间干净号舍，安心应考。谢提调官。40岁的我说，温庭也是棋子，可棋子也是自己愿意被人摆上棋盘的。天下之事，未有不自本立而后道生者。笔走如飞，一气呵成。第一场稳稳的。江爷，听说你那好色出了夹带的事儿。是，学生入场先验，及早报了官，未受牵连。好，临危不乱，这才是读书人的定力。那柳堂已被压了，考务司的人说背后牵着广营严号，这事儿怕是冲着你来的。学生省得。往下2场你更要小心。荐书的事，你头一场过得漂亮，先生都看了。第一关过了。头一场考得咋样？还行。听说你们号巷出了乱子。一点小风波，没碍着我考，娘别担心。我没把柳堂夹带的事细说，说了他们这2日都别想合眼。江仙，明日第3场，你自己保重。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可有些话迟了整整1条命的距离。过去变了，未来也跟着变。你这2场走得稳，我这边松闯了不少。明日第3场，还有什么要逐我的？夹带的局，第1场就被你破了，柳堂落了网，可韩家不会就此罢手。第3场，
他们还有后手。什么后手？温婷，我说过，他被下了药，是真会昏倒。第3场策论约莫过了1个时辰，他就会发作，倒在号舍里。他倒了，关我何事？他们要的，就是你这句关我何事变成我去救他。温庭一倒，必有人嚷着叫郎中乱了号相，趁着一乱，会有第2个内宴，想法子往你卷上动手脚，或泼墨毁卷，或塞别的物死。横竖要在乱中坑你一回。我该怎么做？4个字：稳坐莫动。温庭倒了，我便看着不管。他倒下，自有巡绰官、提督官料理，轮不着你一个考生越位。你只需守着自己的卷，一步不离案，任他号相怎么乱，你别起身，别离座，别去看热闹。你只要不动，那案件就无处可下。还有，末场策论的题会是论曹丕，破题的方向往书上走，莫往赌上走，相信我。论曹丕，往书不往赌，我记下了。去睡吧，明日是了断的一日。等等，他若真倒了，当真就由他去，他到底也是被人逼的。他被人逼是他的劫，你若为他离座，便是把自己的命也搭进他的劫里。我当年就是没分清这个。江燕，先护好自己，才有余力护旁人。温庭欠我的那条命，我记着。可我这条命不能为他那一步走错的棋陪葬。我护好自己，活着正处若有机会，再还他幼时那2份恩，也不迟。曹之璧不在水，在人；不在赌，在书。塞其一川，则拥其十曲；通其一念，则畅其百流。文思如泉。我埋头疾书，竟有些忘了时辰。有人晕了，天子30号晕过去了。稳坐莫动。曹之璧在书不在赌，我一笔一画继续往下写。号巷里乱成一锅粥，可我这方寸号舍稳如磐石。都退回号舍！何人在此处乱窜？第2道案件也落了空。好定力，继续打你的。谢提调官。故善治曹者，不与水争，而与水谋。末场策论，我答得淋漓酣畅。收卷的钟声响起时，我搁下笔，长长舒了一口气。3场全过了。他们的连环计，夹带毁卷，诱我离座，一道道全落了空。江燕，考完了，感觉如何？还成。哎，你听说没？温庭进医馆了，说是在号舍里晕死过去，抬出来人都轻了。郎中说像是中了药。中药？可不，好端端一个人，怎会无缘无故中药？这一科他第3场没考完，按例是要纰落的，怕是废了。自作的孽。那药原是为坑我备下的引子，如今倒先把他自己撂倒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有更大的事儿，柳堂头一日就被押走的那个巡绰官招了，说是广营严号买通他，要害一个寒门考生。对，考务司顺着这条线，连广营严号连韩家都给端了。你现在周靖、豪绅落马都给端了。韩家盐商呗，听说他家公子韩坤也在考，文章稀松，偏想夺解元，这才使了这么条毒计。如今好了，韩坤直接被革了考试，韩家家主也下了狱，这帮人真是搬石头砸自己脚。还有呢，听说那日趁号翔大乱，想往一个考生卷上泼墨的巡绰官，也被提调官记下了模样，一并揪了出来，跟柳堂是一伙的，都是韩家的银子喂出来的。那届乱靠近我号舍的案件，到底也没逃掉。
说考乌斯查到你入场前还在城里代书铺立过一份自陈状。提调官说，就凭那份状子，再加你当场起书夹带，又稳坐不离坐，人证物证，把韩家这条线咬得死死的，一个都赖不掉。40岁的我，没骗我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都应验了。而这一回，结局不一样了。考完了就好，考完了就好。我儿这几日瘦了一圈。娘，我没事。江夜，船行半月，已抵边郡。此地风沙大，不比烟波渡的水软。那夜你来寻我，我至今想起，仍觉是梦。听闻你围中遭人构陷，我在千里之外，夜夜难安。可转念又想，你是临危不乱的人，定能化险为夷。我在城西替你寻了株海棠，栽在窗下，待它开花。你若中了，便来看它；你若没中，也来看它。横竖我都等你。晚字。窗下那株海棠我得去看，中也好，不中也好，可我偏要种，要堂堂正正的种，让他栽的那株海棠开给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看。燕儿，你不去看看？急什么？头名解元，沧州临川县江夜。江夜？哪个江夜？葵花巷那个穷书生，文澜书院的，寒门出解元了，头名。中了，我儿中了解元呐，头名。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！就是他，那个就是解元江夜。听说有人想害他，没害成，反把自己搭进去了。老天有眼啊！解元，40岁的我说过的那2个字，他真的挂在了榜首。青山人临去时曾说，榜尾倒数第3个名字，日后与你有大用。是周静，那个总爱凑近我说东说西的同窗。我一时没明白这大用2字从何说起。燕儿，娘，爹，你们先回，我来这儿站一会儿。苏婉，我中了，头名解元。等我。那年秋后，我赴京会试，又中了进士。苏婉随父在边郡，我去信，他回信，鸿雁往来，3年未断。中了进士第2年，我请旨外访，去的正是苏婉父亲所在的那处边郡。江夜，你真的来了，这不是梦吧？我说过，我来寻你，不是梦。好孩子，当年你那一榜闹出那么大的风波，我便知道你是个临危不乱、立得住的男儿。我把婉儿托付给你。岁月如水，我在边郡任上兴学劝农，书曹通衢。当年那篇论曹壁里在书不在赌的话，我竟一桩桩真做了起来。而我在边郡任上最得力的副手，正是当年榜尾那个周静。他后来也中了进士，外放与我同郡。我兴的那些学，输的那些渠，一多半是他替我跑断了腿才成的。我这才懂了青山人那句话，有些缘分当时看着不起眼，日后却是撑起你半边天的人。他替我打理家事，育有1双儿女，日子平淡，却是我半生求的安稳。只是每逢秋闱放榜的时节，我总会想起槐花巷那个清晨，唤我40岁的名的青山人。江解元，是你？是我听说你回来了，在这儿守了2日，想见你一面。听说当年围中那一倒，断送了你的科途，你在乡里做了个教书先生。韩家倒台后，你爹那300两赌债，反倒因债主下狱，无人来追，竟就此了了。可咱们的情分再也回不去了。江燕，这些年我无一日不悔。当年我若选了你这个兄弟，不选那300两，没有若，
你选了你的路，我走了我的路。我晓得你不会原谅我，我也不求原谅，我只想当面说一句对不住。40岁的我说过，温庭也是棋子，被赌债逼到墙角，被韩家攥住命门。他做的选择是错的，可那墙角的绝望，我也并非全然不懂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你爹的债了了，你也教了一辈子书，教出来的学生可有出息的？有几个中了秀。那便好。你没走我的路，可你教的娃走了，这也是一桩功德。江爷，若有来生，我还想做你的兄弟。来生太远，可这一拜，这一句对不住，跨过了几十年的恩怨，也就够了。那一夜，我宿在临川的旧宅。我想起我爹在我中进士那年，逢人便从怀里掏出一张我手抄的解元榜帖给人看，看的帖子边角都起了毛。他临终前攥着我的手，燕儿，爹这辈子没本事，可生了个好儿子，值了。那张被他抹摸的起毛的榜帖，我至今收着，和那张带墨点的旧榜帖放在一处。一张是过去的我留给我的，一张是爹留给我的，2张帖子撑起了我这一生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看来你过得不错。托你的福。不，是你自己捡的路。我不过在那个清晨拦了你一拦。一拦改了我一生。今夜你又来，是又要煮我什么？不，这一回我是来道别的。道别？你已不再需要我了。你这一生走得很稳，捡的路都对。那姑娘你没错过，那功名你守住了，那个被人逼到墙角的兄弟你也放下了。等等，若能重来，你还会来拦我那一拦吗？明明你只要不来，你那一世的痛便不必让我知道。会，因为看着你这一生圆满，便是我那一世最大的圆满。原来这世上最大的造化，不是早早窥见了天机，而是在看清了天机之后，还有那一篮的勇气，去走出与从前截然不同的这一条路。因为我知道，最好的光景，从不在那遥远的未卜的来日，而在此刻，在这盏灯下，在这满是的我亲手挣来的安稳里。